前段时间，时尚圈内发生了一系列引发全网热议的事件。我后台收到好多同学留言，想听我说说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中迎合西方审美的做法。之前引发过丑化中国人形象、迎合西方审美争议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比如2年前美国版 Vogue 拍摄了上海女孩高绮贞，还有之前 Zara 的新彩妆产品宣传中使用了中国超模李静雯，图片无 PS， 雀斑明显，被网友指责。最后国内品牌方招架不住舆论，只能出来表示模特是西班牙总部选的，审美观不同。这些事件背后真的是东西方审美不同引起的吗？如果是，那我们的审美到底有什么不同？西方主流时尚媒体和品牌选出来的中国模特，为什么和国内的主流审美差那么远？审美多元化和丑化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里是天才女友，我是天才 G。 今天我就结合我在时尚圈工作多年的经历，以及我亲身观察到的行业内幕，以一种理性的视角来深挖一下东方脸到底在国际上经历了什么样的误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被国际时尚圈认可的亚洲脸长什么样。以下这几位是全球模特行业权威网站 Models.com 排名前50的亚洲模特，你觉得大家长相上有什么共通点吗？如果硬要归纳他们的共同点，可能有以下几点：他们大多是黑直发，相对狭长的眼型，单眼皮或者是内双，嘴唇厚且微翘，整体偏低龄化。以我个人经历看来，这确实比较符合西方审美。为什么这里要是我个人经历呢？因为我的长相可能碰巧基本符合这些标准。话说我在出国读书之前，对自己颜值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路人脸，这种认知对我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前阵子 B 站运营说年底我有望竞逐一个奖，需要给一张个人照片时，我都产生了一丝迟疑。不过说实话，这些年见了无数截然不同的美人之后，我反倒是对自己的美越来越有自信了。那么回到这些顶级超模，虽然我觉得这些亚洲超模都很有自己的味道，但他们的长相明显不符合今天亚洲国家中的主流审美。不过你现在是不是可以 get 为什么他们踩中了大洋彼岸人民的审美点了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西方对于亚洲超模的审美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国内最早的模特赛事，1989年在广州举办的第1届新丝路模特大赛上，第一代国模都长什么样。当年大赛的冠军是出生于哈尔滨的叶继红，既有深邃明艳的五官，又有温婉大气的神韵，既有超模的冷艳，又有古典美人的优雅。画家陈逸飞曾经为他画过一张肖像，并且评价他不甜腻不媚俗。当年的亚军是来自上海的百青，五官精致，脸型轮廓立体，和叶继红一样，也有一种温婉大气的神韵。季军是同样来自上海的姚佩芳，长相是不是和港姐李嘉欣神似？姚佩芳台风大气，眼神中透露着姐见过世面的气定神闲。仔细看当时国模的审美标准，你会发现长相、妆容和造型风格上似乎更接近当时港姐的风格。我查了资料，说是因为这是首届国模大赛，因为没有国内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赛制、妆容都参考了港姐选美大赛。再来看看同样是80年代，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选出的去巴黎走秀的第一批中国脸，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是他亲手挑出的最美的中国女孩。比较一下当时国内对于国模的审美标准和西方设计师对于中国脸的喜好，是不是差别并没有那么大？那之后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时间快进到2005年，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上，她是13号选手刘雯。获得时装组冠军的是一位叫做刘雯的17岁永州女孩。她身材高挑，眼神青涩，沉稳中透着一丝紧张。之后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这女孩在短短3年内从湖南赛区冠军光速跃升为最受国际认可的中国超模。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知道当时的模特经纪公司会从海量模特中选拔出他们觉得有潜力成为超模的选手，并与他们签约，但真正把他们推上国际舞台的，与其说是这些著名的模特大赛，不如说是国际时尚圈内的几位伯乐。刘雯在新丝路大赛上获得湖南赛区冠军之后，被 Marie Claire 和全球创意总监 Joseph 在北京的一次试衣会上发掘出来。据说当时刘雯打动他的有几点：首先，刘雯的长相代表了中西方审美的一个中间地带， Joseph 认为她的美是东西方观众都能认可的。关于刘雯的长相，我看网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有的认为她美的高级，有的则完全 get 不到她的美。我估计这个差异可能也反映了男女在女性审美上的差异吧。当然，刘雯自己也常说，我不漂亮，我完全不属于中国传统审美中好看的那种。我觉得那一定是中国传统审美出了什么问题。10年前我刚入行时，拍片常碰到刘雯，当时就对她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她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了，但外表看上去就是个腼腆的高个姑娘，见谁都是先给一个大大的笑脸。我们常拿她的湖南口音开玩笑，结果这姑娘不光不生气，反而比我们笑得还开心。那种邻家女孩的纯真感在她身上一直都在。
除此之外，国际上的选角导演常会用 sharp 来形容刘雯，不是那种柔和精致，而是一种犀利。这指的既是她的台风，也是她的神态。这种犀利的美，不仅国际上喜欢，今天国内观众也完全能够 get。大女主姐姐嘛。而和刘雯同一时期走红的中国模特，长相虽然各不相同，却大多符合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标准，东西方都能 get 的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国际 T 台上最火的国模，你们觉得他们的长相和刘雯那一代超模比起来会有什么区别呢？而这里面你就能看出国际时尚圈近几年一个微妙的审美走向。比如95后的贺聪，现在已经跻身全球超模排名前50了。他第一次亮相巴黎时装周，就走了 Chanel、Dior、Valentino 等12个一线品牌的秀。他的脸型轮廓在一众超模脸中算特别的，小宽脸配尖下巴，线条感很强，冷峻的表情和犀利的眼神，透着一股杀气。而93年的李静雯则是走冷酷路线。我个人很喜欢静雯的气质，她拍片时话很少，极其低调，周身散发着一种安静的气场。她的长相也不符合主流审美，宽下巴，带点小雀斑，自然微翘的嘴唇，气质冷酷。盛行9头身的时尚圈中，静雯的身材比例并不算最好的，然而这些长相和气质上的特点还是让她脱颖而出。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是孩子妈的超模张丽娜，她是从专业运动员转行做模特的，一入行就很快晋升为模特权威机构颁布的全球10大新面孔模特之一，并且一举拿下几乎所有国际一线杂志的拍摄机会。她在一众长相偏幼态的超模中显得很独特，因为她的气质是清冷成熟型的，典型的丹凤眼、高颧骨。比起刘雯、奚梦瑶、何穗这一代超模相对完美的五官，你们有没有发现新一代超模好像长相也会更剑走偏锋一些，五官都有一些不那么完美的小瑕疵，而正是这些小瑕疵也成了他们脱颖而出的特点。而这是国际时尚圈近几年奋力鼓吹的趋势——审美多元化。什么是审美多元化？首先就是种族多元化，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包容一些不完美的小缺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全球超模排名前50的名单，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种族和肤色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平衡，有多少个非裔，有多少个亚裔，几乎是固定的。这和好莱坞电影中一伙人团队作案一定会安插进一个黄种人和一个黑人一样，比例必须平衡，色彩必须和谐。种族多元这个事儿一旦成为了一种指标和形式主义，就很容易往另一个极端走。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同电影里和时尚大片里的黄种人好像长相也都有那么一点点相似？那是因为国际时尚圈和影视圈的逻辑是相似的，既然选择要展示种族的多样化，就要尽可能展现出各个种族的样貌特点，而这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可能。前几年，国际时尚圈对于各种族的长相越来越标准化、模板化，引发了很多模特的抗议。亚裔模特因为不符合西方刻板印象而落选的事儿比比皆是，不只是长相，身材也有刻板印象。有亚裔模特提到自己在参加选角时明显感到了双重标准，比如他会因为胸大而遭歧视且落选，而比他更丰满的欧美模特却在同样的岗位上被选中。不仅是亚裔，黑人模特也深受这种刻板印象的困扰。超模 Selina 在媒体中抱怨过多次，她的头发因为不符合大家对于黑人超模的刻板印象而被强行拉直。而要知道，黑直发并不是黑人中最普遍的原生发质。所以审美真的多元化了吗？好像并没有。符合种族样貌的刻板印象，再加上一点不完美，难道就不是刻板印象了？那你可能想说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标准来选模特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随西方的标准呢？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中华民族洋洋几千年的美学传统，出过数不胜数的美人，美我们肯定不缺。然而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行业标准，审美如何量化，如何衡量？这个时候我又要搬出我一直在强调的时尚社会学观点了，就像时尚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符号一样，审美、长相、身材，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些表象都只是一种符号，而符号的背后是力量的博弈。在之前明星大片那一期视频中我说过，整个中国时尚产业的架构是搬西方的，话语权是西方建立的，而几十年来中国时尚产业是基于西方品牌对于中国市场的觊觎和资本投入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时装秀是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带过来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我能为每个中国人做一个衣服扣子，那就是9亿扣子呀。今天这9亿扣子已经做完了，国际一线时尚品牌已经在中国立稳了脚跟。然而近些年来品牌接连的爆雷，其实暴露了一个这么多年来普遍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品牌对于中国的观念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多数品牌仅仅是把中国看成一个能在他们的销量后面加9个0的国度。如果不是近些年来爆的这些雷，很多品牌高层以为光靠刻板印象就可以在中国生存得很好了。我再说一遍，符号的背后是力量的博弈。
80年代国模大赛的审美标准之所以会向港星靠齐，那是因为当时的80年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香港作为亚洲4小龙之首，在1981年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4100美元，而同期中国大陆大概也就300美元。香港快速成为了全中国潮流文化的中心，大陆的时尚审美都开始向香港看齐。接下来，每一次国内审美新风潮的兴起，无论是学欧美还是学日韩，都是强势文化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审美说到底还是国家力量、文化力的博弈。从行业层面来说，如何建立国内时尚圈的审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呢？这就要看时尚行业的话语权是由谁定的了。我们来看看 Models.com 贴心地写出了评选超模排名的标准，他们非常主动和诚实地写道，模特的排名是由客户决定的。那谁是模特的客户呢？顶级摄影师们，因为他们有权指定想合作的模特；一线时尚杂志，例如 Vogue、IDW 等等等等，以及奢侈品牌的金主爸爸们，像 Vuitton、Calvin Klein、Prada、Balenciaga、Chanel 等等等等。这些人就如同行业的金手指，碰过谁谁就火，用过谁谁就成香饽饽。既然国际时尚圈的审美是由这些人决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更高的审美话语权，而不只是输送符合别人审美要求的素材，我们就需要有中国自己的顶级摄影师，有中国自己的专业时尚媒体，有中国自己的顶级时尚品牌。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可能也比较有钱，且能够让你为国争光的职业是什么了吗？你们不要以为这些离我们很远哦。说几个例子，我曾经招聘过的实习生，今天已经成了为时尚大刊拍摄明星封面，且片酬高达几十万，有自己独特美学风格的一线摄影师了。我入行时认识的想做中国品牌的服装厂小老板，当年融资没人理，只能和老公开夫妻店，今天已经成为了被一线投资人争相追捧的中国时尚品牌顶梁柱。还有10年前刚入行，立志做最好的时尚媒体的某个同学，今天也成了一个倡导多元审美和时尚社会学，在最有爱的视频平台拥有53.2万粉丝，并正在为成为百大而日拱一卒的一枚小小 UP 主。如果你们恰巧认识他，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给他们更多的他们一些小小的鼓励。最后，作为个体的我们，能从这些大的社会浪潮中获得什么经验呢？除了指责西方媒体和品牌，我们能改变什么呢？我们能指望西方自己去重塑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吗？是指望好莱坞电影中的那个酱油角色，还是指望奢侈品牌看在中国人购买力强给的那个大片席位上？说到底，最后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输出那些有文化洞见的产品和作品，比如那些让国际震惊的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比如那些被西方设计师奉为神作的中国电影，比如中国摄影师自己创作的中国语境下的时尚大片。毕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能代表多元的是个体，能改变偏见的也是个体。好在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让世界看到更多元的中国脸、中国形象，有的甚至靠一己之力改变了几百万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所有这些个体的努力都证明了，活出自己的多元，世界会看到。好啦，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一定要1键3连鼓励一下我哦。这期有关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我们开了个头，下期我会全面解读几10年来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变迁，看西方有多迷恋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中国元素，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 YY 到底来自于哪里。下期我们就来看看东西方近1个世纪以来的跨服聊天，你会被西方的想象力震惊的，不要错过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